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看哦，昨天823结束之后，这赖总统晚间在总统府有进行谈话。不过他在早上投完票之后，赶快去了台南七股这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哦，7月初风灾的时候受创非常严重。那他去了之后，看到有工人在修屋顶。好，那修屋顶之后，赖总统哦，他也蛮关心大家的。好，他做了什么事情？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谢谢。台湾辛苦啊，给您挂，给您挂。好，我们看到赖总统他爬了2、3阶的铝梯哦，跟这个修屋顶的工人来进行慰问。突然一轮想到，过去在跑赖总统的时候，有一次他也是去风灾，他看到一个老妇人。哦，我真不敢想象，他当时是行政院长，他做一件事，他把老妇人的脚拿起来看。虽然他是医生，但是这么赤裸裸的，当时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特别。好，这就是他的 style， 但是他跟过往7月初的比起来哦，大家说有一点不太一样哎。当初不是都叫人家自己爬吗？好，所以网络上大家讨论度又变很多，说。人家都怎么样了，你才来作秀有用吗？那有人就说，这发现大罢免大失败才要演吗？还有人说快笑死了，不拍镜头有够可悲，民调雪崩才开始演。所以很多人认为他这样子的做法有一点点作秀啦。好，我能理解很多人可能对赖总统的这个想法不太满意哦，因为7月初的状况确实让很多人发现他有很多金句。好，我们看到他视察台南灾民哦，工班一定完成修复哦，有很多的创举。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他说，第一是由中央这个设置前进指挥所嘛，然后编600多亿元，然后还有呢是要赶快把这个通讯的部分建立一个机制，然后中央地方来进行合作。好，那这几项创举哦，在很多人网友眼里看来，我觉得很多项啊，但是这几项。真的是这样吗？好，看到7月14号，赖总统要灾民自己爬，结果被骂1个月之后，现在他是真的自己来爬。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铝梯的部分，那台南灌汛快1个月 ，NCC 才想到灾害漫游，那全球第一哦，光电板灾后1个多月，现在看起来都还没有清理完毕。确实，网友就嘲讽，真的很多项创举啦。好，那我们看到核3重启公投，现在南部的票仓到底是怎么样？有人看出一些端倪哦。我们先看这个送水超人陈胜文哦，他现在说，你看吧，我就说核3重启公投不会过关吧。好，其实不会过关，只差了66万票，距离500万票真的就差66万票。但陈胜文认为说，这代表全国80%人是不认同的。好，一轮去看了陈胜文下面的脸书留言，很多人反而是嘲讽陈胜文说，如果没有你，恐怕这个不会只差66万票，恐怕这个。要过的这个门槛反而会拉更大哦，是因为他，所以这个几乎才会过到门槛。好，那我们再看到周春米，他是讲说全国投票率大约是30%，他说就代表70%民众不认同。好，那这个也看到说核3周边的居民真的是这样想吗？我们看到满洲乡长古荣福哦，他自己就讲说，其实核3运转的时候，满洲乡大约有100多个包商员工帮核3工作，那停役之后100多个家庭受影响，所以他赞成核1、核2也该重启，不能只有核3。怎么跟小米姐姐讲的方式不太一样呢？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地人。恒春的南湾大光里同意票是大胜哦，因为它是位在这个恒春的南湾里跟大光里嘛，这个核3厂。那南湾里的投票大概是29%，那同意票是280票，不同意是177。那大光里的投票率大概是23%，同意票是285票，不同意是201票。所以有说当地居民在投票之后透露支持重启核3的心声，主要是认为已经跟核3厂共存了40年，那科技现在越来越进步，所以相信核3厂是安全的。好，所以现在民意声音虽然差了66万票过门槛，但是似乎在重启核电的这件事情上面，大家看起来民意拥核的态度确实有在升高当中。好，但是深绿的选民到底有没有动摇呢？我们看到赖清德本命区在核3重启公投上面。
这个同意票也是不同意的2倍哦。赖清德的户籍地在安平区啦。好，我们看到他虽然这个投票率26.62%，但是这个同意票是不同意的2倍。所以现在在台南这边到底有没有可能动摇呢？幕僚是认为说，接下来府院党要重整队形嘛，那必须要降低社会对民进党的误感，那重新取得人民的信任，否则2026年的地方选举会很艰难。好，我们看到高雄市跟台南市这2个市有不能输的压力啦，但先前南部受灾严重，如何抚平民怨有待观察。好，不能输的压力，谁说话了呢？我们看到林俊宪有说，确实现在这个状况要重新调整。那我们看到开第一枪的是邱意莹呐，因为他也是在争取高雄市长的初选嘛。他说，现在民进党必须要深刻检讨施政的问题尤其是能源政策，才能再一次获得人民的支持。好，现在2026年很多县市首长，如果因为党的这个执政赖总统的执政而受到一些波澜，恐怕他们也剉在蛋。好，我们先问彬哥。其实赖清德昨天去演这个爬楼梯这一幕，真的是让人家觉得他有够无聊的。你隔了1个多月之后再去演这个干什么？毫无意义，而且这根本就是在做错误示范。我也提醒过很多次，我再提醒一次：爬楼梯的时候千万不要像他这样子去跟人家握手啊，什么东西千万不要，那都是危险动作。然后人家在工作，你去增加人家安全风险，还让他只好脱个手套赶快来跟你握手。请问像这样干什么？这样我会问到他什么？你要慰问他，你要帮助他们，你就给多一点经费，给他多一点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饮料啊，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不用去干扰人家的工作。而且做这种事情隔了1个多月，你觉得会对你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吗？这就是一种很无聊的事情啊。那但是赖清德好像很迷信这种东西，从他以前一路到现在，他都喜欢搞这一套。大家最记得最有名就是赖神问童，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赖清德如果不改变他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未来这种烂戏我们大概会看到更多的上演。那赖清德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灾民会对他这么愤怒，就是因为当初发生灾难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积极的调度国军、调度其他相关资源来去救灾，反而很冷血的告诉大家说：“国军有很多其他事情忙你们要靠自己屋顶塌了要自己爬那些都是你自己讲的话，而且你到现在没有表示歉意，你没有表示说你做错了，都没有就当做这件事没发生这样是可以的吗？这样是对的吗？那这一次公投虽然没有达到门槛，可是第一个同意是不同意的人将近3倍，其实差距非常大。然后周春米跟我们的这个陈胜文居然去解释，这个送水哥居然去解释说，这表示多数人不同意。其实你们自己心知肚明如果不是因为中选会恶搞，第一个把废死公投弄掉，如果昨天的公投是跟废死公投一起投的，你说他会不会过？大家去想想看，那是民进党不敢让废死公投通过。第二个，如果他不是放在823，而是在726去投的话，你看他会不会过？就这么简单。民进党用尽了各种卑鄙无耻、下流、肮脏、龌龊的手段，结果得到如此难看的一个结果。你们还要再自嗨吗？还要自欺欺人吗？可以你就自欺欺人但是在我看来，这一次公投的结果，如果不是因为民进党在选前大力宣传说，反正公投通过我们也不会做了，我看投票的人一定更多。所以民进党如果还认为说没有，多数民众是支持我们的，你可以这样相信你就继续这样干，看民众到底是不是跟你站在对立面。实际上，台湾多数人越来越警觉到，台湾的能源已经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再不改善的话，台湾的经济马上要遭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显然这次的公投就展现出这样的结果。同意是不同意的3倍左右这是非常强烈的民意展现。那民进党对这种东西如果还要无感，还要装死的话，我觉得那民进党自己就要去承受这个苦果。可是我在看种种迹象显示你看包括今天林俊宪都出来讲话，我个人认为民进党在核能方面可能会要开始转弯，但倒不是因为民众意志的问题，是因为美国爸爸的问题。因为美国爸爸现在开始会对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他重启核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也许我们的核能真的慢慢可能会有一点结果。
好，当时看到童子贤在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有些人就有这种感觉哦，尤其美国是比较支持核能的哦，所以台湾一直在发展绿能的部分，很多人也很好奇说，哇，原来这内部有一些角力嘛，将军。我讲一个有关于如果能源没有处理好的话，会对整个环境造成多大的伤害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郑成功他从金门出发哈，在金厦地区是他的根据地哈，从金厦出发以后。然后后来来讲，这个从荷兰人手中，这个夺回我们台湾啊，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金门那边的人，他们并不喜欢郑成功。你不信，你到金门去旅游，你绝对不会看到任何有一座纪念郑成功的庙宇，或者是石碑。对，那反而金门来讲，他们比较尊敬的人是谁？你知道吗？胡琏他们甚至把胡琏，就是我们刚刚讲823炮战经防部司令，反而把胡琏司令官的小孩，甚至于接到金门去，把他奉为贵宾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因为郑成功在金门的时候，为了驻军在上万的驻军在那边，他们为了要有能源，为了要烧柴煮饭，把所有树全部砍光了。所以各位你去看看金门以前那个在823炮战那段时间的影片或相片，还有那个勿忘在举啊，那块石碑，你去看旁边都是光秃秃的，都没有树那为什么没有树？就是郑成功在那边的时候，为了能源，为了煮饭让这阿兵哥把树全部砍光了。然后从清朝的时候，清初的时候，一直到这个我们民国这个1958年823炮战那段时间，金门来讲的话，可以说都是这个岩石一点绿意都没有。那后来当胡琏在那边当了司令官之后就叫我们阿兵哥在那边每一个人要去种树。一个阿兵哥要在那边种10棵树，每天早上刷完牙洗完脸，那个洗脸水要去浇树所以基本你现在看到那个树都是胡琏当司令官以后种出来的。所以我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胡琏会受到当地金门的尊重，就是因为他将这个环境又复原了。那当初郑成功就是因为没有能源去砍那些树，造成环境破坏。那大家回头再看，我们现在我们台湾搞这些光电业。是不是已经有一点走火入魔，已经 over 过去了？把所有树林、把所有山头绿油油、很美好的山林全部砍光，去弄那个光电板，包括到渔温、鱼池，包括甚至于海边，全部都铺满光电板。各位，这是不是对环境的一场破坏？有没有类似当年郑成功在金门砍树的那种场景？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光电业者这次的台风，这个光电业这个光电板。吹得到处都是，那对环境造成污染是破坏之严重。居然我们环境部长彭启明说那个没有毒那个没有毒。但事实上那个光电板里面就是含有铅嘛。那现在非常糟糕一件事情，那些这个业者他没办法处理，他把它搅碎，他把那个光电板用搅碎。彭启明自己去看了，搅碎，大家一看，哎呦天哪！你知道那搅碎以后有多严重？因为那个有铅，如果你搅碎以后，那个铅流入到土里面，整个造成土地的整片的污染那就重金属的污染，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我现在看到，我们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那些光电板还在那边上万片还14.5万片，还丢弃在路边。那我个人认为说，这对我们环境污染是很大。我想说，民众也是因为看到这些情形，我想现在来讲，只有2种人会坚决还要这个拥护反核的大概只有2种人，一种就是意识形态的把这个反核当作神主牌，另外一种就是吃的肥滋滋油腻腻的光电业者。会将这个反核当作是，因为他只有反核，他才可以继续搞光电，继续搞光电，他就可以继续赚钱发财。那我想说，这次来讲，我们民众已经告诉这个执政当局，我们希望有这个干净便宜的能源可以用。好，因为我们昨天看到赖总统讲不排除用先进的核能嘛。对。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深刻能源的部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向来走。教授。这个大罢免从7月26号到8月20号闹了半天了，民进党本来在这边胡闹了大概大半年的情况下，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昨天那个公投了，真的是非常重头。因为我们台湾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的火力发电已经高达80%啊。我昨天碰到吕鸿源的时候，他在直摇头啊，因为这个对大家来讲的话呢，用爱发不到电，但是用肺在发电了，这个确实大家要知道这个环境上的非常糟糕的现象。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是反核跟这个台独作为神主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神主牌在我们哲学中讲就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不能更改的。如果不能更改的话呢，所以昨天有关于这个反核的问题的话，还是有人反核，但是在民进党内部的话呢，已经透露出一个讯息，就是新式的核能，因为这个里头大家要了解这个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科学的进步这是与时俱变的，这个大家心里要知道，因为大陆目前在发展核能的时候，都已经到了核能第4代基本上的话，整个安全顾虑都已经降低的情况下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边不便讲解了，就是说是311大地震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有关于核能很危险，是大家反核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那个时代的时候是一种旧的科技，那新的科技的话呢，所以说这个赖清德也讲了啦，就是说我们要用新的核能，其实已经暗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投下这种重启核三的是一个几乎3倍于这种反对。那其实民进党本身也是故意放水，让他这几天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嘛。那童子贤讲的话是什么？当中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的话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台湾这边要发展 AI 大家都知道 AI 最重要的是算力、资本以及电嘛，对不对？那美国本身来讲，很多发展电像这个什么Microsoft或者说 Meta 什么，他们在发展 AI 的时候都要自己建立核能厂是这种情况下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嘛？那我自己觉得说是在为了台湾的未来的着想的话呢，我自己非常感慨，因为我以前在这个法国、比利时留学的时候，他们的核能发电的占比超过80%以上他们看起来风景很好各方面的话呢，你只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发展嘛。那我是觉得说是目前为止台湾对于这个核能所采取的一个态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所以我对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蛮好。但是民进党为什么要这个做这个事实上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进退维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是这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反对民进党现在所支持的，就是什么风电什么光伏这些问题。那这里面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是除了核能的电以外，要造成一定的比例来发展未来的能源政策，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弄到大家都要靠火力发电了。好，确实因为台湾要接下来进入到 AI 的这个旅程的话，现在电也很重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持续加入，是823之后了，所以接下来93也是大家关键的这个主要的观察指标，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边有93阅兵倒数计时，那他们在23号的下午5点到24号的清晨5点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了第3次综合演练，这是一个全流程、全要素的预演也是纪念大会最后一次的综合演练，所以也独家有直击到说，他们以天安门为中心，一路交管至3环，那预计从夜间彩排到清晨，那在入夜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各式的战车自建国路驶向长安街，那就有个新款的 LZ 战车驶向长安大街，蛮多人在围观的。好，那我们再看到歼35战机配飞鲨徽章现身彩排，所以现在专家说，其实看起来他们已经进入到了量产的阶段这标志这个中国成为全球第2个同时操作2款不同型号第5代战机的隐形战机的国家。不过，美国这边的战略报告则认为说，中国大陆的军机研发领先全球。那歼36跟歼35下阶段的空中主力，好，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最新报告有说，包含像是这个歼36、歼50、歼15DT 都显示中国大陆在战机的研发上面其实速度跟数量都超过了全球的其他国家总和。这是由美国这边战略报告所进行的认证。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向，所以他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肌肉秀这么大力，我也要来练呐！好，真的是急了。好，美军呢，他们现在空军的第5代空中战力达成了重要的里程碑，第500架的 F-35A 闪电 2的逆踪战斗机都已经开始加入了战备的序列。那这个交付就是联队换装的关键一步，而且也正是印太地区日益严峻挑战之际，美国强化他们空中主载力的一个具体表现。好，不过我们也看到 F-35在今年已经摔了2架，一次是1月底的这个阿拉斯加的训练飞行坠落，那另外一个是7月底的时候加州中部执行任务时的坠落，所以确实美军在飞机上面掌控可能还要再加油。那反之中国的 PL-17，美军也砸了10亿元的美元要量产秘密武器，叫 AIM-260哦。好，那这部分美国已经在他们的2026年的这个预算当中被这款叫做联合先进战术飞弹的机密系统申请了3.68亿美元的首批量产的经费。好，那这个新飞弹的射程呢，将远远的来超过现役的武器哦。这被设计成能够装到 F-22与 F-35战机的内置弹舱，那同时也能整合到 F-16跟 F-15的战机，那甚至还在无人僚机上面未来也可以装载哦。好，那我们再看到美国媒体也说了，五角大厦现在也要在芝加哥这边来进行部署军队了。但是我们看到这市长直接呛说，不必要吧，然后甚至还说川普的做法缺乏协调，不必要不合理。然后他说这个帮助我们减少芝加哥犯罪跟暴力，派遣军队不是这个其中之一吧？但是川普现在是不是也要清洗美军高层呢？我们看到防长他现在在这个国防情报局局长克鲁塞中将其他的2名高阶指挥官撤职。那除了高层对他失去信心之外，也没有提供特别的具体理由。那不过人事清洗被认为说可能是川普的报复行为，因为之前曾经有讲过，他是说这个情报局长有讲到说有个评估报告，因为该报告的结论跟川普宣称美军空袭已摧毁了伊朗核能力的说法完全相左，可能遭到了川普的报复整肃，所以才有现在的状况。好，现在国际局势也是大家要关心的我们首先就问彬哥，这一次93阅兵，因为它是10年一次的大阅兵所以一定是精彩可期了。那看起来解放军这次也是精锐尽出，所以我相信大家到9月3号那一天可以看到，可能很多过去我们没看过的、没听过的都会出来。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那至于歼35正式配了这个飞鲨徽章，就表示它也成为海军航空兵的一员了嘛。所以大陆的这个进展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以它的这个国力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现在也开启了下一代战机的研究，可能很快就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出现。所以这一切都会让美军感到压力非常非常大。为什么？因为美国其实不要看川普宣传的跟真的一样，实际上美国在发展下一代战机上面其实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川普上次就胡说八道说他觉得那个单引擎 F-35这种单引擎不好，他喜欢双引擎的，然后就有人说那就把 F-35改成双引擎的，那我们就变成美国下一代战机。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呢？你加个引擎，基本上就是改变所有的设计，对，那就是全部重来了。所以哪有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美国的下一代战机看起来到现在连方案都不见得完全确定。那大陆这边已经在做测试，而且不是一款，是好几款，所以这中间的差距恐怕会慢慢越来越大。然后美国的 F-35其实虽然说它现在生产第500架进入美军这个接收了，可是问题是，第一个它失事频传，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在设计上有一些 bug 慢慢都浮现，而且它的主要一些关键原料它还要仰赖中国大陆的稀土，这个对美国来讲都是非常伤脑筋的事情，因为它没有办法独立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印巴战争当中，因为解放军的霹雳15大放异彩，然后让大家对它的射程精准度都刮目相看，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军当然也要加速研发它的 AIM-260，因为 AIM-260才是射程有200公里以上，可以在长距离去攻击对手。可是问题是，大陆的霹雳17据说射程超过400公里，那你还是没有办法追上它。所以我觉得
对美国来说，他现在这种焦虑感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本来一直都是世界第一的他，现在看起来他往往好像跟不上他的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过去一直自认高人一等的美军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导致川普还在乱搞一些东西，让人家看不懂他在乱搞什么。你派军队进入芝加哥，这个会不会太奇怪？你说要协助整顿治安，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美国的军队理论上来讲是不能在国内执行任务的。那川普居然派军队进去，这个是非常诡异的事情，我不知道他脑袋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他最近动手清除了很多人，包括前2天他过去的同僚，然后也是他的政敌，现在波顿被搜索，然后现在又把这个情报局长干掉。假设他真的是因为情报局长报告了一个让他不喜欢的报告就把他干掉的话，那完蛋。那接下来川普的任用人大概就是专门拍他马屁的人，那川普大概只会接收到拍他马屁的讯息，他就根本不可能正确的去判断事情。那如此一来，美国恐怕会陷入更危险、更糟糕的境地。好，就是小圈圈里面来做决策啦，将军。这是大陆他们办9·3阅兵哦，后面来讲各种武器，这个会陆陆续续展示在世人面前哈。那譬如说你讲这个 LZ 是什么意思呢？它战车 LZ 代表它陆战的装备，然后它 HZ 代表海战的装备哈，WR 是无人作战的装备哈，ZL 是战略级的武器哈。这个我还为了这次阅兵哈，知己知彼，对不对？我们当然要了解对方的武器有多强，所以我特别去做了一番功课去研究一下。那总而根据我研究我的心得，我觉得这次展现出来武器大概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一定是无人化，是亮点是无人化哈。无人化我们看到，包括空中的无人侦察机无侦8哦，中程僚机攻击11，还有察打一体的飞机哈，这是应该都会展示出来。这是空中的，地面来讲也有很多无人化。比如说我认出来有一个，我推测它应该是无人排雷机，因为排雷是很危险的工作嘛。如果用无人的推土机去排雷的话，那我想说可以确保官兵的安全。那另外会不会像机器狼，所谓传说中的机器狼也会出现哈？这是地面作战的。那我觉得最让美军担心的，这是已经亮相的哦。这个在北京市民他们拍到是水面下、水底下的无人的。这个应该算潜水艇吧，还是说是无人的波塞冬鱼雷不晓得。但是这款无人对美军来讲威慑力很大，它长是将近有18到20公尺那么长，那直径大概1.5公尺哈。那到底可以航行多久，担任什么任务来讲，我觉得美军现在也是急切的想要了解啊。这是无人化。第二个，我觉得它是一种AI 智能化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它这次展现出来已经亮相的战车啊，叫 ZTZ2.1的这款战车，它是无人炮塔。那我就看到那个前面那个驾驶哈，他开车那个驾驶，像我们一般开战车是带个风镜，他不是，他带一个，你觉得不像？他带一个 VR 的这个夜视镜，那就是说戴上以后是不是开战车跟在打电动玩具一样，用 VR 来控制？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智能化哈。那第三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所谓的这种电子战的讯息化，那这个可能你看不出来，可是你在战场上面来讲的话，这种电子战信息化整体作战是非常重要。像印巴空战就是得力于电子战，强过这个标风战机，它才可以让巴基斯坦用歼10战机击落这个法国制的标风战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三个特色就是它的这个电子信息化是新式的武器啊，有待9·3的时候这个亮相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的研究跟解读，知己知彼。好，蛮多人蛮期待9·3的阅兵哦，苑教授。9·3阅兵的话呢，期待的话呢是没有话讲的。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世界这么乱的情况下，然后呢，那个耿爽啊，就是大陆驻联合国那个代表说过，这个大陆绝对没有帮助俄罗斯发动任何的攻击，如果有的话呢，那现在会打成这个样子嘛？这句话本身来讲，大家只感觉到相信，但是看不到实战的经验，也看不到真正的武器。那9月3号的话呢，希望能够一饱大家的眼福啊，至少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得到。那这个部分的内容的话呢，我们不用多讲啊，因为这个还没有开始阅兵啊，大家都会知道，他现在基本上的练习都已经结束了。
好，但是我要强调一下，美国自己的内部真的是一个大乱因为那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到派那个美军到那个芝加哥市里头去，芝加哥市我去过好几次因为那个时候去看我弟弟在那边读书的关系然后那个芝加哥本身来讲，因为川普到目前为止这个洛杉矶跟华盛顿 DC 的话呢，派出去都是国民兵嘛，那这次的话呢，到底是国民兵跟美军一起派的话呢，我觉得他这个理由跟那个动机基本上我觉得川普他不喜欢美国的一个传统，就是美国downtown就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downtown的话，台北的信义区大安区都是最贵的，但美国的downtown是没有人要住的就是很乱的，基本上的话你去也不敢去，没有人会到洛杉矶downtown或者到什么的华盛顿downtown。那芝加哥downtown的话，我是因为都要赶到机场去，所以从downtown走，确实蛮恐怖的。那川普嫌这个丢脸所以要改变美国的这个居住的传统，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川普本身呢，对于美国内部的人士是不分轻重，一律就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的川普本身对叫鲍威尔的话滚蛋的事情，叫他降息，这个其实严重的影响到，就是等于说是外行影响到内行。这个联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那现在的话呢更不得了，那个海格塞斯他们这些人为了拍马屁的关系，这是情报局的局长说换掉就换掉。大家要了解搞情报的人是没有办法说换掉就换掉因为美国的情报单位，就 CIA 也好 FBI 也好，搞国内的跟搞国外的话呢，这些人其实他所背负的情报非常重要这一年来，赖总统上任以后，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大家在问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有台的节目主持人在问他们自己的很多的支持者会回答不出来。PPT 上大家在问这个问题：这一年来到底做了什么呢？就是忙了一年，看起来没什么改变。那其实投票虽然大家觉得好像2次都被打脸，可是只是回到原本国会的局面而已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又说这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不是不是这样的那大家回答都是忙着内斗、外交政策，还有救灾内政全部出问题，关税这个问题关政敌大罢免，送台积水乐园跌关税，其实还有新青安连新青安的这个政策都已经大翻车，年轻人现在恐怕面对的问题更大，还是一样住不起房，大罢免又失败。国外的媒体怎么看？日本的媒体学者小笠原新信先分析了7个选区整体投票率 49.3%， 低于上45.6%，可以解读为民进党支持者的投票意愿已经非常的低落。那民进党从2014到2024年相对优势的10年，他告诉大家说已经结束了。台湾政治正式进入了朝野势均力敌的时代，抗中保台、非核家园2大神主牌正在减弱。彭博新闻是看台湾罢免又被全部否决0所以专家指这叫选民疲乏，因为一而再，才刚选完，隔年就要罢免，上个月投完，下个月又在投票，所以像这样的选民疲乏，选民觉得扰民受不了了，而政府关注台海议题相对轻忽了民生议题是非常基本的，包括经济能源还有最重要的是关税关税这一题，赖总统昨天记者会当然没有谈到什么，但是他上一次呢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是说叫大家正面看待，关税只是暂时的，所以就像这次失败也只是暂时性的失败而已嘛。传出来各种传闻说，这个是来自于风传媒的报道，有一份从经济部流出来的资料，从一开始4月份、6月份的谈判的资料里面都显示，我们端出来的筹码包括要保证市场全面开放全面零关税开放还有包括要4年投资2500亿美元给美国，当然还包括了我们国防预算要到5%。那新闻稿在总统府的部分是立刻发文驳斥跟事实有落差，没有经过查证避免困扰，免会给后续的谈判带来困扰等等的。那最好到时候谈出来结果不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真的还不知道除了20加 N 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所以卓荣泰留任了，他的内阁改组里他继续留着这个赖卓的体制，他25号会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告诉大家台美谈判的进度是什么，产业冲击影响评估是什么。根据书面报告的内容，把它摘录出来是说，台湾谈判是持续进行的，我方谈判的目标要争取更合理的税率，还有一并磋商。其实这最近也要公布了半导体产业的232条款，台湾到底会被科以什么样的关税，努力争取不叠加的税率来计算。但川普其实真的很少谈到台湾，谈到台湾的时候，要么就是跟台积电，一定都跟半导
体产业有关。这次果然有事了，谈到的是说，Intel，不是一下子说要入股。进台积电，一下子又说不用了吗？那他谈到台湾是说 ，Intel 啊曾经是全球最大最强的晶片公司，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跌落神坛，变成这么惨呢？都是因为有海外产能移出的趋势到台湾来。直呼如果有实施高关税，早就不会发生现在这种情况了。所以当然就势在必得，他以为关税永远是万灵丹。所以当美国前高官就示警啊，台湾恐怕被川普放上谈判桌。翁履中教授说，台湾有3个洞要补，军事、经济、政治3个面向都有洞要补，包括要到驻美代表到底是谁，传出来要换，到底换了谁？据说美方又一再的不同意。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守得住实力，取代不了的利益，还有避免台湾被卖掉？那谢金河不是民党国师吗？他公开表示，以台积电1650亿美元的投资作为基底，再把目前可以投资美国的台商拉拢成台湾队，共同抢占美国市场。这跟我们目前正要被换掉的经济部长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扩大对美国投资就对了啦。所以在联合报黑白期里面的分析认为，国防预算配合美国的需要不断的追加，史上最碰轰的国防预算这一次是3.32%，占 GDP 的百分比里头，比美方要了3多一些。这个保护费呢，未来还要往5%这样的比例来加上去。所以大撒钱增加了什么防卫韧性不清不楚，这个钱真的是为了国家安全吗？大家都是蛮大的问号，堪称史上最碰风国防预算。相对于此，看到中国大陆最新公布的6代机曝光了，搭配航母的作战，被说剑指台海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可以搭载更多的燃油武器，包括延长作战的航程啦，还有突破海空一体的作战能力这样的野心啦。所以各退将示警这已经不再只是军演而已，所有的秀肌肉都是他们展现实力的管道。委员。赖清德有一点非常的天才，今天好多人在问我，说翁履中讲，赖清德给台湾搞出了3个洞要补，台湾只有3个洞吗？赖清德上来1年多，台湾被搞得叫千疮百孔，而台湾有没有变？台湾真的变了，大家觉得生活苦了，大家觉得未来的前景展望没有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大幅度的提升。我刚才在化妆间，他们跟我讲，以前好多这个新娘要结婚都请他们去化妆，现在这个生意都没有了。还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谁敢生小孩呢？所以少子化的问题能解决吗？而少子化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这时候年轻人的抚养的压力就势必会增加，都会造成世代之间严重的冲突，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片的焦虑感，甚至在焦虑感之下，又被像大罢免行动这样子的催化，造成社会整个矛盾撕裂对立，这都是赖清德1年多来执政给台湾带来的灾难啊！所以不止民进党的神主牌，2块神主牌倒了，哪2块神主牌？一个是抗中保台，另外一个是无核家园。这2块神主牌都垮掉了，不是只有我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连日本的学者小笠原都如此说。这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继续的扩大下去，大家想想看，关税所产生的后遗症，它所造成的冲击正要开始展现出来。这时候关税20%再加上叠加，你知道台湾你外销导向的中小企业怎么生存下去呀？现在好多人在放无薪假，好多人中年失业被裁员，家庭里面经济的主心骨没有了，整个家庭陷入了恐慌，下面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会一个一个的冒出来，这都是台湾要面对的问题啊。但是赖清德到现在，他的谈判团队还在隐瞒着什么？还在隐瞒着说，台湾的市场，美国到底逼台湾要开放到什么程度？要开放哪些市场？你赖清德有脸跑到七股，跑到北门，你要不要告诉这些七股跟
北门的这些农民渔民，将来农产品市场开放、渔产品市场开放，他们还有生存的空间吗？他们要往哪里去？他们要如何帮他们纾困，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再加上要跟美国采购多少？要到美国投资多少？还没有谈判以前，你就先让台积电所有的筹码就跪送跪舔，就给了川普了。尤其是这一次国防预算竟然高达9500亿呀！马英九时期4000亿而已啊，你增加了一倍半以上。这种情况，台湾民众有觉得台湾比较安全吗？没有啊。反而觉得两岸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台湾越来越不安全。而且你今天增加了那么多的国防预算，你有帮军公教加薪吗？军公教没有加薪呢。你在整个国防预算9500亿里面，你是失衡的，70%用去武器采购，跟美国人给美国人做冤大头做凯子。另外的。你有你的人员训练的费用吗？人事费用吗？你基本上编制出来的国防预算虽然高达9500亿，要把台湾财政拖垮，但是你基本上结构是失衡的，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杨老师怎么看？这1年多以来，台湾看起来执政党只关心选举，包括接下来2020、2026、2028，但其他的各个产业都出现了大问题。我从3个层面讲。赖清德政府真的是跟所有国际、美国、两岸背道而驰，大趋势、现实发展以及真正的政策对人民有利的政策，通通背道而驰。在国际面，你看到他的核能政策不就是背道而驰吗？我刚刚提到了33个国家443个现有的核电厂，52个正在盖，那他到现在还反核电，人民告诉你了。你跟国际背道而驰，然后呢，你这个大罢免就是一个反民主、非民主的作为，你还是要硬干到底，搞到后来，美国、日本的媒体都来骂你，所以跟国际上完全背道而驰。那我们要去忍受他这些作为，撕裂台湾社会，跟美国背道而驰怎么讲？你的整个谈判策略到现在不明不白，还是暂时性。而新闻在提醒我们，他还在美国的桌上，还在不断的要求我们，可能要我们全面开放市场，以及要我们4年投资2500亿。赖清德说不是，那是什么？然后呢？你看，你整个半导体的策略，一下子2月就给人家了1650亿，结果现在可能还不够，虽然不一定会入股。但他一定要更多的技术跟投资到美国，你台湾还剩下什么护国神山呢？然后你换来多少？那你跟川普的沟通问题，那喜欢搞台独，川普就说你距离我9500英里。那第三个呢，在两岸层面，你去中国化到了极致了，来台湾20-30年的陆配。都做了里长了，小孩还都去做军人了，结果呢，你把他给剥夺他的公职，甚至要他提出证明。大陆这边到台湾来，他怎么去跟大陆要他这个所谓的放弃国籍的证明呢？你根本是强人所难，法律上做不到嘛。这种去中国化到极致，然后呢，在贸易上你又不敢动。为什么？因为两岸的贸易现在是甚至远高于台美之间的贸易了。这几年是因为川普的因素、关税的因素，当关税定出来，你现在看两岸的贸易，在今年上半年，我们的顺差来到了600亿，已经超过对美国上半年的顺差550亿。接下来你要怎么面对93？它展现全球可以跟美国并驾齐驱的军事武力的时候呢，两岸的危险安全。所以美国有一个学者说，你接下来怎么办？3排，第一个要支出更多的国防预算 ，Oh my god； 第二个要对美增加投资 ，Oh my god； 第三个要谨慎台独议题。他会谨慎吗？他会继续扩大这个议题的。
楚老师，在我们执政党民进党1败、2败、3败啊，一直败，但是他仍然觉得没有输的情况之下，国内hold不 hold 得住是一回事，国际怎么看台湾？包括我们还在进行的关税谈判，会不会有更危险、更危急的这样的看待，或者认为这个执政其实已经很无效啦？我想哈，现在这个赖政府最需要的、最迫切的，恐怕就是重建国人对他的信心。当然也包括重建国际社会对他的信心，这2块都有非常严重的赤字。但是这个要重建信心，就是你的重点要抓对啊。他现在说他要把民生放在前面，那民生的这个政策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各项政策要让人民有充分的了解，因为如果你的政府的讯号是混沌的、是错乱的，你市场是没有办法有效运作的。因为你政府其实是主导了很多项的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谈关税谈判，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大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政府说，媒体报道说这些让步是错误的讯息。可是我想请问的是，政府有没有提供给民众足够多的正确的讯息？到底我们现在跟美国谈，现在说是这个暂时性的，还在谈判当中。请问政府，到底我们现在谈判的双方的争议点在哪里？我们主张什么，对方不同意；对方主张什么，我们不同意。我们哪些产业必须要做准备？我想这个其实是民间是最需要知道的，各个产业才能够去预做准备嘛。那显然政府都告诉我们，大家都不可以知道，因为现在都是保密，这个有了保密条款，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现在讲2个例子，现在讲一个例子啊，日本跟韩国。其实日本在就今年2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川普第一波宣布对汽车的关税的时候，日本马上就是把它的一个叫做贸易振兴机构就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它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这个贸易辅导的机构，马上在他的办公室就建立了所谓的咨询中心，就是要让产业知道说到底现在这个关税的情况是如何，那么我们又有哪些的方案可以去协助。他马上就提出了今年度的一个所谓的贸易辅导的措施。韩国也是啊，你看像最近川普宣布这个232条款里头，根据232条款，他把钢铝产品有407项的衍生性产品都纳入他的这个课税的范围。然后呢，韩国政府马上说，他要扩大这个对企业的这个咨询工作。然后呢，他会说明说哪些产品是在这407项之下，那韩国有哪些产品会受到影响呢？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政府的网站，没有任何的说明。就是说，到底你政府要做这个咨询，你政府在这个你要提供的2个重要的资讯都没有嘛？第一个重要的资讯，到底现在谈判的争点在哪里？第二个，到底现在实况如何？你做不到第一点，你第2点最起码要做到，而且是是个别具体的、非常明确的一些讯息，让厂商可以有所因应。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我有没有做这些事情？你只要去看我们政府的网站，其实是很严重的不足。我再说一件事情，比如像说我们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它对中小企业的辅导，它就是一直不断的推出新的做法，然后不管是资金也好，不管是咨询也好。我们的外贸协会看起来完全没有参与，外贸协会不是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吗？结果经济部做经济部的，外贸协会做外贸协会的，这个怎么像是一个打团体战争的这个做法呢？那当然企业就会人心惶惶。我看到是蛮多这个投资美国的相关团体呀，带大家去美国投资这个风向，政府现在唯一我看得到的做法是这样，但台海关系跟美中关系一直是绑定联动的关系，美中有一个可能要见面的场合，现在是不是已经告吹了呢？10月份在马来西亚本来有一场吉隆坡举办的东协领导人峰会，本来是预期说习近平跟川普有机会在这里见上一面。不过路透社最新报道，根据这个知情人士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但他报道内容是说，习近平呢很可能不会出席这次的峰会，那会由国务院的总理李强代表出席，那就代表说这川习见面在这个场合里的机会就没有了吗？而美国呢，20多年来首次修订了一个规则，中国大陆的企业
进入海底电缆供应链，其实也不止中国大陆，俄罗斯啊、伊朗啊，通通都被原则性排除。他认为这个地底下的电缆呢，要有美国跟盟邦的可信任企业才可以参与业务啊，感觉这是国安议题啊。然后所谓的海底电缆也要绯红供应链啊。日经亚洲说，美国希望盟邦加大投资，日本啊、欧洲啊这些企业啊多一点投资到这里，但他不喜欢的国家就不准哦。所以一方面又要好像合作的概念，一方面继续打中俄，这也是概念是本来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不希望中俄可以走太近。所以呢，大陆方面也发布了稀土调控方法，所有的这个核心就掐住这个稀土。基本上这个新版的稀土管制方法呢，调整了很多上下游的环节总量管制之外，下游连追踪管理，还有先前已经产生的这个包括开采啊、冶炼啊这些的环节，都是要确保在本土里面的产业链到监管范围不会随便被出口到国外去，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谈判筹码。不过在央视的部分特别有一个专题，大批特批质疑所谓的 H20是不是有后门呢？他说，全球的算力晶片领域的龙头辉达，它有追踪定位、远端开关等这些成熟的技术，所以晶片会造成国安严重危机。虽然这次黄仁勋到台湾来的时候，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特别再一次澄清说，绝对没有后门，绝对安全。但显然根据央视的这个报道，完全不相信，甚至呢，在最新几个开标的规格里头呢，像中国移动啦、刚完成的招标等等的，都是以大陆国产的昆仑芯片来得标。对于美国辉达的，所以所谓要开放，好不容易说服川普还可以抽趴15%的这个做法是不买单的。而印度也是一样啊，被科了50%的关税，非常的强硬。印度政府表达强烈不满，他认为不公平。那他们怎么反应呢？全面要对抗吗？他先从寄美国的包裹啊不准暂停，这也不知道影响有多大啊。原因就是川普你要我对你生气，我邮包不寄给你。但印度在民间的愤怒是非常大的。这个印度悠久历史的马尔巴特节，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是有很多的民众在抗议的。你以为这是在庆祝川普吗？是把他当成偶像崇拜吗？在街上这样走吗？这个所谓穿红衣有个金条的领巾的这样子的塑像，其实是写着美国去死吧。谁对我们的产品建制隔离墙，他的生意就会破产。印度人还会在这个仪式里面焚烧一个邪恶力量的塑像，因此这个川普的这塑像指人已经成为印度教徒心中邪恶的象征。跟先前本来印度人还要在帮他束花束果来帮他祈福让他当选的情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印度的外长说，印度跟美国的贸易仍然在进行谈判当中，但是有部分的红线必须坚守，涉及农民跟小型生产者的利益。像这些话台湾都听不太到，我们到底坚持哪些底线跟哪些不合不知道。但继续以苏杰生批评川普的外交政策的做法呢，美国对印度购买的俄罗斯这个石油是成为他制裁的主要条件，但并没有办法让印度可以接受了。接下来，川普派出了驻印度的大使，是一个所谓自己的心腹啦，希望能够真的好好谈。但美国自己内部也很动荡，包括了这个美军高层又有案例，除了国家安全局局长突然被撤换，又多加了这个国防情报局的局长中将还有2名高阶指挥官也突然被撤职，理由只有一个，就是高层对其失去信心。那当然也还有国民兵。那先前一下子 LA， 一下子川普，一下到纽约，现在又有传出来，准备有数千国民兵要到芝加哥整顿治安吗？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芝加哥市长强生赶快说不必要。不合理，联邦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减少芝加哥犯罪跟暴力，派遣军队不是其中一个。那有什么呢？他还派遣军队到其他国家去了呢。委员赖清德一直认为说，只要抱紧美国的大腿，他就可以以美谋独，以美拒统。但是要抱美国的大腿也是有技巧的，你至少要有一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一个做法嘛。他不了解美国。走错路线，用错资源，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要拍美国的马屁，拍到马腿上。川普这个人喜欢什么？川普这个人倾向什么？川普是一个崇拜、尊敬强者的人，他只对强者可以让步，但是对于弱者、没有谈判筹码的人，
他是把你视为垃圾，你对他再怎么拍马屁都是没用的，何况你没有拍到核心点嘛。我们来看看，川普现在在意的2个国家，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至于俄罗斯的问题，前一阵谈的很多了，我不再谈了。最重要的观察点是川普所谓的8月底可不可能有所谓的3方的峰会，也就是川普、普京跟泽连斯基可不可能够会面来谈俄乌战争停战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极为渺茫。而至于说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10月下旬在马来西亚的东协峰会，大概川普跟习近平是见不到了，因为习近平不会去，是李强代表他去。而至于在10月底在韩国庆州还有一个 APEC 峰会，2个是有可能见面的。可是据我所了解，川普最想要的，目前跟大陆正在谈的是，他想要大陆给他来一个国事访问，他好带着一个大的企业团到大陆去，那么风风光光的，然后斩获了一些投资的成果，回到了美国，让他的民意的支持度能够升高。这就是川普的想法。你不了解川普，没有把自己的谈判筹码给增加，你就跟印度一样，最后被川普踩死。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说啊，他要去东亚高峰会，在10月26到28。那韩国说，习近平会来 APEC 高峰会，在10月30到31。那2个人就王不见王吗？还是说川普在结束了东亚高峰会之后，其实刚好也就会去参加首尔的 APEC 会议？那也许在那个场合跟习近平能够会面。但如果只是这样子，那真的意义不高。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中美特别为一个中美关系面临到好多问题啊，关税、科技、经济、稀土、军事、地缘政治，要有一个框架，要有个这个就是说护栏出来，那要做很多的讨论，要类似像是一整天啊，所以国事会议最好。但如果不是国事会议，只是在 APEC 上面见面，那只不过是一个就是见面会。那我觉得现在整个就是接下来这2周哈，各位注意观察2个事情，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泽连斯基跟普丁能够见面，然后泽连斯基、普丁跟川普能够见面，这个双边会到这个3边会哦。当然，马克宏还希望来个4边会，有没有可能在未来这2个礼拜？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表示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要去结束俄乌战争，目前看起来很困难。这2个礼拜同一个时间，9月3号，中国的大阅兵，解放军的大阅兵跟10年前完全不一样。现在它的军事科技被美国被西方认为可以跟美国并驾齐驱的军事强国，所以在这2个礼拜，你就看到美中之间的竞争对抗形成一个在这个世纪初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跟分水岭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抛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当然主要一方面当然就是说，因为美国国会在5月的时候曾经提案说，以后美国的晶片出口呢，一定要设置一个就是能够追踪这个晶片流向的这个装备在这个晶片里头，所以当然就可以让北京可以做文章嘛，说那你这个辉达的这个晶片里头是不是有这些问题？那不过其实严格来说，真正的这个背后的动机，主要还是要扶持国产的这个晶片啦。因为现在就是辉达的这个辉达对北京来说，它主要考虑到的是说，你辉达第一个你的算力是不够的所以你如果是把一个降规版的卖到大陆去，那对于大陆来说，它只会挤占它国内国产品的市场。